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疯一下了？这一趟跟着我们来天旋地转，我们现在搭乘竹筒船来看看什么叫做天旋地转咖啡杯。选对了，小心了，小心了！有跳舞了，听见了，竹筒船，来看这边来。现在手会痛吗？有。我今年才18岁。哎，等一下，我在船上。你知道很多时候不是它有多高级、多高档、多5星级、多豪华，它的重点来自于有多好玩。简简单单的一个好像桃太郎的碗一样，你看看大家在这一段河流上面就玩得有多么的开心，它会把你年轻18岁的那一种心态给全部都带出来，非常的好玩。去了，加油！哇，好高兴的，今天真是太棒了，哇，好棒！竹筒船，哇，哎呀，哇，太棒了！你还记得上一次你这么疯狂的玩，距离现在有多久了？你期不期待永远都能够保持这么乐观的心情？谁说快乐跟玩疯了跟年纪有关系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取决在于你的人生需要更多的自己，你必须要懂得珍惜自己。这就是旅游的重点咯。所以旅游能够让你年轻18岁，这是真的，要放开心胸，好好的去玩。旅游我一直认为玩的不是价钱，旅游玩的是一种叫做价值。你面对人生可能会忽然间失去重心，
但你来这边玩这个，你在旋转中的陀螺，嘿嘿，你可能会找到快乐哦。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了，也不会有人觉得你有危险，他们会觉得你很快乐。旋转飞车，拉下，你在后边，你在后边。用爸爸的家人的心，做了一趟红了来的，怎么碰到的因为关系，怎么言之上我家人陪，上天忙了家人的心，做了一趟红了来的，怎么心在慢慢的回，悄悄着睡。我说，亲爱的心中，温爱的种种，恩爱的这种话，让我再次回首你的温柔。我说，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我说，亲爱的心中，温爱的种种，温爱的这种梦，让我谢谢啊，谢谢啊。无论古今中外啊，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玩乐啊，真的是最好的一帖保养品。它呢，让你皱纹不见了，它让你心胸变得开阔了。不要再去想那些无为不为代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当你退休了，当你的家人不在身边，甚至可能你没有下一代，没有另外一半，你的人生焦点要移向哪边？我告诉你，就跟着我移向全世界的旅游，绕着地球来玩一遍。我跟你讲，伊这虾啊拢够变的，安尼你大家才有成就感。我跟你偷说这个秘密。算了。竹筒船、摇船好玩吗？好玩。有没有头晕？起来有点晕。
大哥，我的男神，你知道吗？看到这整个团体大家快乐的笑容，我觉得做这个节目最大的欣慰跟安慰，就是在这里可以带给很多人快乐，可以让很多人知道他自己真的可以一直年轻18岁。那个神奇的时刻就在你旅游过程当中玩疯了，你会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有一个完美的选择是什么？是聚焦在自己身上，你可以真的为自己而活，不再是为了儿女或者是听从别人任何一个指示，尝试的为自己找到某一个可以让自己产生成就感、活力的目标，不断的努力，热情它就会油然而生，快乐也就这样来了。你们说是不是啊？让你的生活模式产生最大的改变。位于岘港跟惠安之间的秋澎河岸呢，嘉南岛是一处看似没有受到外界开发所打扰的宁静村落啊，但是你实际上进来这里面呢，哇塞，好像白天的夜店，对不对啊？他在这边呢，用这个竹子啦、椰叶啦制作架高于河面上的草屋，还有可以看得到呢水乡泽国的风情。最大的重点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这种外形极具特色的圆形竹篮船，好像碗一样，对吧？跟着当地的渔夫深入水椰林，认识越南的文化历史，然后呢，捕获新鲜的虾子啦、鱼类啦、贝类啦，不管是不是他事先帮你挂上去的，都很好。现在划完竹筒船，然后到旁边这个茅草凉亭来休息，喝个水。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呀？来到一个非常淳朴的乡下，它呢能够让你找回呢童年的快乐、年轻的快乐。很简单的几个茅草屋啦、几艘船啦，穿梭在这种原始的椰林当中，竟然能够让人如此的快乐，让人如此的放松。你说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疫情前我一直在想啊，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国？曾经呢，搭飞机像家常便饭一样的我啊，忽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控制，很多的人因为疾病改变了他的生活，而如今疫情慢慢解封，能够让我们再出国，我觉得不管到哪里，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带给我无穷的回忆。我们用椰子水干杯！椰子水甜不甜？好不好啊？这是我们疫情过后的首发团体，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非常支持我的朋友们，因为有你们可以让我的这个节目做得那么的长，那也更开心，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的加入，跟着我们一起到全世界各地去疯、去玩、去享受快乐，去把这一些美丽的影像全部都带回来到台湾，跟着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在哪里。惠安古镇，惠安古镇。在这里，台湾南移税改惠安古镇。比起越南的北越、河内跟南越的胡志明市，中越算是比较晚开发的旅游区域，但我觉得非常迷人，也是最能够体会到越南多元文化与传统风情的区域。现在来到了这里，叫做惠安古镇，这座由贸易港埠转变为朴实而迷人的小镇，无论是它的多国风格的建筑与街景，
飘荡在这个河道上的扁舟啦，还有船只啦，还有甚至夜幕降临之后，这整条河上高挂着灯笼，可以照亮整个古镇的这种浪漫、这种风情、多元文化，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惠安古镇它流露出来的这种有别于一般国家不同的风情。惠安古镇在17到18世纪呢，曾经是重要而且繁忙的贸易港口。当时呢，来自中国啦、日本啦、荷兰啦、印度这些等地的这个商船呢，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也因此呢，这个惠安呢，有这么多国家来到这里，就综合了很多的文化。那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一点文化，当然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式会馆穿插在法式建筑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面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吃法国面包啊？因为呢，法国在殖民这里的时候呢，就留下了它的遗产，它的遗产就是什么？法国面包、咖啡，对吧？所以呢，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然后还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商社在这边。这里是一座文化的熔炉，有人称惠安是一座城市生活博物馆。不同于顺化的皇城，惠安古镇展现出来的是平民的日常生活，码头啦、水井啦、也庙啦、也桥梁。现在看到的这个桥梁，这些保存下来的建物呢，都反映了这个古镇呢经历过的兴衰点滴。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古镇就这样子没落了呢？因为在19世纪惠安古镇的丘棚河，它出现了淤塞的问题。那当时的殖民管理越南的法国，他决定呢，就将呢岘港呢开辟为新的主要港口，所以他就把这个惠安古镇这一条丘棚河呢给 close 起来了。那惠安呢，就因为这样子慢慢的没落了哦。那你也知道，一个地方少了来往的商船，少了贸易啊，那这个城镇就会回归什么朴实、没行李的地啊哈。一直到1999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到这个古镇吓一跳，怎么这么美？它的文化足以列为世界遗产，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重新又看见这一座藏在中越海岸线旁的魅力。回到广肇会馆了，刚刚那个惠安博物馆就在广肇会馆的对面哈。这里是惠安古镇的一个老宅里面哈，然后这以前是做中药房的地方，这边一样是有收门票的。对，是古董啊，就阿嬷的嫁妆，这个是另外一个这种脸盆对吧？是不是？古早味啊，惠安古城其实很少人听过。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越南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么的具有异国风情。所以惠安古镇，它是最吸引欧美人士来旅游的。你知道，欧美人士只要看到有历史、有文化，他就一窝蜂的冲来了。欧美人士不太会因为这是网红拍照地而来哦，他会因为它的历史文化而来哦。而且来这边都是属于慢活旅游，就是呢，他不会把行程塞得满，因为这样太累了。他们宁可呢行程一点点，但是呢可以慢慢走，慢慢感受旅游带来的快乐。
那惠安古镇近年来是越南旅行的热门重点之一。惠安古城原本是对外贸易港口，它在17世纪的时候呢，便跟马六甲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埠，同时也是越南最早的一个华人聚集地。当时因为有贸易的需求，中国、日本、南洋甚至欧洲商人经常都会出入惠安，有的甚至呢来久了之后，阿伯都大里家的贺啊，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华人跟日本人的群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会馆啊，就跟我们那种狮子会很像啊。那当局呢，当时就允许啊，没关系啊，你既然华人那么多，我就让你华人啊，你不能有单独居住的街道哦。然后他们几百年来生生不息，儿子啊、孙子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像什么福建会馆啦、广东的啦、哪边的啦，就是这样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区。可以看到日本人聚集在那一区然后可以看得到中国人聚集在那一区，尤其是华人社区，有很多的华人会馆，看到的关帝庙对吧？看到的这些香、佛寺、宗祠等等啊，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最传统的中华文明啊。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地方你还看不到这么传统的中华文化哦，很多经过历史的改朝换代，很多都会去掉这个文化，但是惠安古镇它却把这些文化都留了下来。我常讲啊，每一天都会变成历史，今天会变成历史，明天也会变成历史。历史走过的痕迹，我们其实应该好好的保留它，让后代的子孙去看它。无论它的功与过，岁月的沧桑、战火、天灾，我们都必须把它留下来，让后代的人去评论它，去知道它。你说对不对？不好的我们就忘了它。你想想看，今天的疫情，你想想看，100年后会不会记上一笔？会，绝对会。为什么？你想想看，人类在有史以来只要有很大的变革，要更进一步，通常都会有一个更大的灾难来去做洗盘。洗盘完毕之后呢，这个世界就变了。惠安古镇这么多年来没有遭到破坏，这是很不得了的。人文文化的传统仍然保持得良好，而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执政者，把你这个东西全部都整个拆掉，整个毁掉。没有，所以如今它才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名录。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到世界各国去看世界各国的文化？你不要带着有色或偏见的眼睛去看世界各国的文化，这一些可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甚至呢可以变成很多观光客来的，都是因为它留下了非常好的传统文化。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文化全部都列为不好的，毕竟历史留下来的就是一个过去，可以让我们去看它，不管它是对还是错。如果它是错的，那我们也会记住它；如果它是对的，那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留它。惠安过去可以说是中国跟日本商人眼中最佳的贸易港口城市，小到饮食啦，大到建筑啦，整个古城都能够看到来自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影响啊。惠安的灯笼是越南、日本和中国彼此交流的文化遗产哦。这里的价值跟独特的形状，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熊炸喜上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要点灯嘛后来呢，就在这个灯笼上作画，艺术家作画，五彩缤纷灯火阑珊的河岸散步的体验，慢慢形成了它当地的特色。那你会认为哇，这个灯笼一定是呢，是不是中国人带过来的？其实不是啊，灯笼最早是在11世纪由日本人来引进到惠安的，很特别啊，因为它这个很漂亮的外观，点了火之后那个色彩被认为能够带来好运，所以当地的人呢就非常喜欢灯笼，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里夜幕低垂的最大重头戏啊。日本人事实上早在500年前，在西元6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就广纳的接受了中华文化、灯笼文化。到西元6世纪的时候，受到中国文化传日的影响，日本的第一个灯笼是根据了当时中华文化的样式跟风格制作的。当然日本人后来把灯笼愈做愈水啊，
变成它是高级的代名词嘛啊。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了灯笼的样式，慢慢的传到了越南。越南人也一样，从最开始的中华式的灯笼，慢慢调整，现在我们将要看到的越南式的灯笼。仔有来啊！太开心啦！看到你们那么开心了，我自己都很开心啦。虽然我本人没有到，但是我的心飞到你们那边去了啊！现在能出国，哎呦天哪，很珍惜啊！珍惜每一次的出国机会，看遍全世界的文化美景。我们现在来到了叫做巴拿山哦，巴拿山它也很特别哦，这几年来非常火红，它是越南最有名的避暑胜地。你知道越南热嘛？如果有一个很凉的地方呢，那我相信呢，它一定是最好的地方。世界上海拔落差最大、亚洲最长的高空缆车就在这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巴拿山缆车，它可以上去上面山上看到最特别的佛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上面整个搞得跟这个欧洲小镇的特色一样，还有法国城堡哦。它虽然是比较后现代去盖的哈，但还不错哦。毕竟山上很凉爽啊，只要不要太热哈，那种氛围就很好。那我们从山脚下坐缆车到达山顶啊，山顶您看看有没有异国风情啊？哦，不是的澳洲哦。听说在这边呢，一天之内就能够感受到四季独特的感受。上山可以看欧洲风情，还可以看得到2只佛手啊。巴拿山的缆车总长度呢是5801米，巴拿山的缆车系统呢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单线缆车的纪录保持者，何时会不会突破啊？不晓得。目前呢，整个山上啊，高级酒店、主题乐园把它综合在一起，越来越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他现在呢，想要把它变成什么？像马来西亚的云顶高原一样啊！你看看啊，在这热带的地方啊，很热的地方，一上山那种感觉就很棒啊。夏天热啊，但是冬天来这边呢，就很多来避寒了。夏天千万不要说我夏天来这边避暑哦，这边呢不用避暑啊，一样是很暑啊。
我们已经到这个巴拿山的黄金佛手桥，飘着毛毛细雨，然后起雾了，有点风，还蛮冷的。黄金佛手桥，看得好清楚。黄金手手桥，佛手桥，手手黄金佛手桥，赞！太阳出来了，棒！太阳出来了，棒哦，棒啊，棒啊，棒啊，真哇，棒棒棒！呀，这个跟你谈呢。巴拿山的黄金桥又称为叫做佛手，这座海拔高达1400公尺的空中步道，就有2只佛的手就这样握着这个桥啊，很好的设计啊！在2018年6月开放之后，马上呢就在全世界造成了话题啊。所以看设计有多重要，一个好的设计啊，就会呢吸引全世界的人来这边看啊。如同异世界一般哦，这个设计真了不起啊！2只大大的巨人之手啊，托住这个黄金之桥，可以由巴拿山鸟瞰整个岘港市，一直到山茶半岛啊。搭乘缆车上来，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举世闻名的黄金佛手桥。你知道吗？在越南的宗教信仰都是佛教居多，而因为法国殖民过越南，所以呢，法国人当时就看上了巴拿山，它的高度，觉得这个气候凉爽啊，所以当时就是法国人高官有钱人的避暑胜地啊。所以如今你来到巴拿山，你会看得到上面它的建设都是属于法式的建筑，其实带有一点历史的因素啊。那越南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大部分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占全国宗教人口53%。在越南，你知道不啊？他的身份证上是要有指纹的啊，不然你问问看你们家的越南朋友，他可以标示出你的宗教信仰的。而且在宗教信仰这一块区域呢，你知道它还有一个潜规则啊，它可以决定你可不可以担任公家机关人员或者是政府官员。在越南的身份证，它的材质虽然没有那么好啊，很容易就坏掉，但其实你注意看，如果你有朋友你拿过来看，它上面记载的东西包罗万象啊。但是你要跟你朋友借过来看呢，你还要先有条件，你看得懂越南字啊。那越南的身份证上面有牵涉到很多的隐私自由，它通通都会在上面哦，但唯有没有配偶栏。哎，你看很棒，对不对啊？不，很有趣啦啊。在越南，其实它并不是明文规定，而是所有的宗教都不行，只有佛教啊。那如果你被发现，其实你是其他宗教，它会被辞退啊。说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猜得出一二了啊。这个潜规则呢，可能是用来封闭越南人晋升仕途的道路啊，立下一堆奇奇怪怪的规矩，让你不好爬升上去啊。那越南的传统信仰呢是什么？万物有灵论啊。它今年有5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啊，这是很多国家都有的。高台教跟好教啊，不是睡好觉，是很好的好啊。
那佛教在1世纪从印度传入，超过50%的人的越南人都信仰着是什么？佛教。而天主教呢，是在西元1533年从北越传入的。因为当时的法国传教士传入了罗马拼音来拼写越南文，但越南皇帝呢，他多次发布禁教令，直到法国统治时期呢，才慢慢的取得了合法地位。统一之后，又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管辖。那基督新教就在19世纪的时候呢，传入了南越。那当时就受到法国当局的禁止啊，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信徒啊。所以在法国统治越南的时候啊，天主教他想要取得合法的地位，所以呢，怎么办呢？越多人信仰，他的地位就越容易合法啊。因为到后来就算不合法哈，你都没办法，因为信仰的人太多。别小看宗教，宗教的势力是很大的哦。所以这个天主教就开始迅速的扩张它的势力。当时在越南很多的政府官员啊，或者是清政府者，都会信仰这个宗教。一直到了南北越分裂的时期了。那南越呢，你知道它是属于亲美国的嘛美国派的那 Apple 派因此呢，担任公职的越南官员呢，多半也就信仰了美国派、天主教啊、基督教这些西方宗教一直到后来北越统一了南越，统治了整个越南之后，结束了长达20年的分裂。那你也知道嘛，统一之后的越南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是什么？社会主义啊，它明文保障了个人有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共产主义是什么？无神论啊，你不能有神论啊，那会推翻我的，不行。又或者是说，讲白了，共产主义或者是很多的执政者，他本身就希望他自己就是一个宗教，你能够信仰他，拢天啊一也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政府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宗教因为他希望人民信他嘛，你不信他，那政府执政就不好执政嘛。所以事实上，越南政府他虽然主张每一个人都有信仰自由，但是对宗教呢，其实潜意识或者是呢，不是台面上的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设限甚至呢，在2016年，国会还通过了这个宗教信仰法，主张呢落实宪法，保证信仰自由，却也扩大了政府在管理宗教的权利所以有的人就说，明着呢是宗教自由那暗着呢好像没有那么的宗教自由所以在现在的越南，他们的宗教是自由的，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信仰的宗教还是倾向于政府所推崇的佛教。现在在巴拿山，你看到的就是法式建筑。为什么没事会搞一个法式建筑在上面？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那一段历史，法国殖民了越南，所以在越南你可以看得到法国殖民它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面包、咖啡，还有一些北越的建筑，都可以看到法式建筑。现在你拿到巴拿山，它要盖成一个度假村，它也是把整个法国的建筑，还有那种城堡、碉堡全部都盖在山上。第二个，山上又很凉，所以他用了这种环轨的缆车呢，大家这样绕一圈就觉得很棒，变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度假胜地。所以现在很多人来到中越旅游的时候，他一定会上来这上面。那他也很厉害人家没有去代理迪士尼进来，他也没有去代理那个环球影城进来，他就自己搞了一个法国春天山城，因为它几乎没有冬天所以它一年四季呢只有热还有很热，就这两个啦。哇塞，法国春天山城这里是越南
这里是中越哦。早期因为法国的殖民，近年来重新发展，昔日法国人的酒窖、大型空中城堡搞成了一个度假村。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呢，其实早在1862年就已经深入到越南了。辽国、柬埔寨等地都是他们当时殖民的地方。因此呢，越南人一般会说呢，法国人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00多年了。因为在这100多年间法国人在这边留下的各种好啦、坏啦、事迹啦，直到他们离开了所谓的印度支那地区啊。印度支那指的就是越南、柬埔寨、辽国嘛。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还可以在本地看得到什么很多法国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尽管现在的越南政府呢，他想要抹去这一切，他们认为呢，不符合现代越南统一独立国家形象的一切事物，我都没给它抬掉。但法国人的这种当时留下来的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早就融入了这个越南的历史的血肉。所以法国对越南的影响呢，不是只有肉眼看得见的哦，有很多已经深入当地了，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呢。我们从不同面向来看法国对越南的文化的影响呢，第一个是什么？语言，有60%以上的越南语是什么？它叫汉越词，也就是古汉语的词。但是呢，你只要对法文都有基本认识的人，你去越南就会常常听到越南人他们说出一些类似像法文的词语哦。那个就是像我们在台湾一样，会说一些日本话，对不对哦？那烫树有没有啊？卡顿是不是呢？小胖啊，这些都是以前呢日本殖民台湾所留下来的一样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历法方面叫做什么星期在越南他们的对于一周的概念的星期的概念呢，是由法国人引进越南的。受到法国是天主教嘛所以呢越南人他就被教导一周开始的是星期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日基督教朋友或是天主教应该都知道，主日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对不对？好，那么主日的隔天呢 Monday 礼拜一应该就是一周的第二天哦。所以呢 Monday 礼拜一在越南语当中就被称为叫做什么？星期二，这很特别吧？所以很多人才会讲说，在越南没有星期一哦，就是这样由来的。下山之后，我们就来下海啦。这里呢是美西沙滩，越南岘港的美西沙滩呢，哇塞，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全世界6大美丽的沙滩之一哦。湛蓝的海水，很细致的白沙滩，整个海滩总长30公里，有很多的海鲜餐厅及沙滩酒店可以供选择。所以我们不要有老一辈的想法，刚刚寡蓝呢是落后的，哇，没有人要玩。其实呢，老外多得很现在旅游的新趋势是什么？有文化、有特色、够休闲，大家都会去。全世界各地各有各的文化，我们都应该尊重它，更应该去接纳它。跟着我当一个旅游大玩家，绕着地球玩。